这边就是浸会大学门前的一大片的草坪。这个挺美的啊，植物都爬到墙壁上了，应该里面也是一家餐馆吧。这个地方你看啊，都是一些村民的房子啊，应该都统一建的吧。边上呢就是末世大公祠，现在呢是会同村史馆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寺庙，叫会同寺，现在呢变成了月朝书店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已经是下午时间了啊。上午我们开的车到了珠海的横琴岛，就在澳门对岸啊，长隆的酒店那边，和家人一块在那边游乐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呢中午吃了一餐饭。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珠海一个叫会同古村的跟前啊，你看啊，这边有会同体育公园，很漂亮的自然环境的地方。刚刚把车停好，我们到边上来稍稍的看一下啊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香港浸会大学珠海的校区，正好亲戚他的孩子在这边上学，快毕业了，今天顺便也来接他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浸会大学的校门，好像校园里面还在搞建设。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有来过，那也听说边上有一个会同古村，而且门前就是大学，这边的环境非常不错，所以呢今天打算也在这个地方稍微走一段。现在我走过马路，到浸会大学的校门口稍微站一站啊，大概也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。这是一家香港的私立大学啊，但是很多年以前跟国内的大学合作，就建了珠海的校区，应该跟北师大合作办学的吧。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。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大门，白色的建筑物，看上去也并不是很宽大的一个校门，显得比较低调啊。这边有很多的学子在这边求学。好，我们只是到它的门口站一站就好。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马路对面啊，到会同古村的边上先去走走，然后呢我们也进到他的村里去散散步，寻古探幽一番。这边呢应该是在珠海的靠北的地方啊，应该是跟中山交界的地方了吧。今天一路上在珠海的马路上行驶，真的几年不见啊，不得不刮目相看。原本呢这是一座小城市慢慢发展起来的特区，那今天走过的马路呢都是崭新笔直开阔，那么有些地方呢就穿过很多绿树丛中啊，总之很美的自然环境。当然这个都是在珠海人的不断的努力之下啊取得的成就，而且也穿越了好几条隧道啊，像凤凰隧道等等，打通这些山肚子里面的道路，印象非常深刻啊。
这边就是浸会大学门前的一大片的草坪，有很多小朋友玩耍的沙池、滑滑梯啊等等，看到扎了很多的帐篷，这边亲子活动是很不错的地方。州罕呢，也是一座移民城市。这边我相信讲本地广东话的人并不很多，大部分都是五湖四海来到这边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成家立业，所以这边有很多年轻的家庭。但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把这边建设好，同时也追求自己更美好的人生。所以我看这个体育公园就建得很不错，就我相信人均占有的这些运动的场地绿地都非常之多的，所以你看吸引很多小朋友到这边来玩耍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体育公园吧，正确的名字叫会同社区体育公园。哇，一个街区、一个社区就有这么大的运动公园啊！这个绝对可以媲美欧美这些地方。哦，球来了。应该是非常标准的运动场。你看这些塑胶的跑道，还是有一点点弹性。中间呢是一个足球场，当然也可以当手球场等等来使用。这个后面就是浸会大学的校舍，这个校园还是蛮有特色的啊。这一路望过去呢，全部都是绿色的矮山，挺美的。体育公园边上有一片水域，像一个小湖，就增添了很多的这种灵动的元素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果园，叫金果达果园，应该就是会同村里村民拥有的财产吧。哦，这有一棵树很棒啊，这个就是伊莫棉树，但长得非常的奇怪。这边有一条绿道啊，就在这个果园边上，我走走看，看能不能去到那个村落。
哦，这边就真的更美了，非常凉爽的地方。你看啊，这些大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啊，在道路的两旁，就使得这条路啊，真的非常有意境，适合到这边来散步。已经是到了老村的周边了嘛，可以看到这边还残留着一些有待于修整的老房子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里啊，我还没有看过他介绍，不知道这个村什么时候建立的，先民从何而来。但我想象啊，也是好几百年以前那些先民们从北方来的吧，一般都这样子的。然后慢慢在这边传承一代又一代，开枝散叶，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村落。你看，这房子啊，我不知道是哪年修整的，还是非常整齐。走在这种有历史年代感的石板路上，两边呢都是这种灰色的老的砖头砌起来的墙壁，有大家都会回望一下历史，都会想起自己的上几代人吧。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呢，基本上都是从乡下来的。这边你看，有很多乡野的情趣啊。你看，从墙里面啊生出来的那种花枝，很多人在这边寻古访幽，当然少不得拍照留念打卡。前面有只小黑猫，那里扭着屁股往前在走，慢悠悠的，喵。走了。我不知道这个村落里面还有没有以前的村民居住着，就生活着。但我相信呢，肯定很多房子都是被利用来开店。哦，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谁放了很多大家在这边祈愿的红牌子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很老的邮政的单车。那个下面怎么下雨的水，而且下雨的人堵着马路啊，在马路那是我还记得，交代分了，完了，水果厂卖出来了。看到外面的。会同中横街2巷。好，往前走。这些老的街道、老的房子，这个小院啊，变成了一个琴院，应该是教琴的地方了吧？啊，
这个应该是老墙了，不但是斑斑驳驳，以前的建筑材料都已经脱落了，但是这个墙居然还没有倒。这边应该是一家餐馆啊，王子农家乐。这里是爬山虎，哦，这个挺美的啊，植物都爬到墙壁上了，应该里面也是一家餐馆吧。这边还有一片空地。墙上还有一些壁画，还有盖着土地公。这些老墙啊，这都是比较旧的房子了。有个平台，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就是刚刚的西园王姐农家菜的菜馆的正门，也有小的士多店啊，还有一间果川美味驿站东北大冷面。总之挺有意思的。今天天气虽说温度下降了，但到了下午呢，应该也是10几度。就在这样的天气，随意的在这种乡村地带啊散散步，我觉得真的挺美的。这边还是一个古建筑啊，建于清代的北闸门，末世宗亲建的。这边貌似已经走出了古村，但是边上一片绿意盎然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修闲的公事还没有完成。这条路应该可以去看很远啊。如果骑车的话，我觉得可能逛起来更有效率吧。左侧这边呢，建了非常大的停车场啊，就欢迎各地来的游客到这边来尝尝农家菜啊，回味一下小村的生活。古韵会同，我们还是走回村里去。这个地方你看啊，都是一些村民的房子啊，应该都统一建的吧，每个人一块宅基地。
建了3层，有些是4层或者3层半的楼房，现在还在修整。好像这边也办了一些企业啊，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单位。这边有人利用村屋办了一些企业，也有一些民宿，然后有很多服务性的机构，大部分都是关于教育类的，可能跟村对面有一个大学有关吧。这个房子，我的理解就是也是把老百姓的宅基地集中起来，然后统一修建的村民的村屋吧。就在一座古村的边上嘛，专门集中起来建了村民的新村，就感觉还是跟自己的老房子近在咫尺，相信感觉会很好。我们转过来呢，就看到右前方有不少的大的宗祠的这种老房子。第一座就是莫氏大宗祠，相信这边姓莫的先人很早以前在这边扎根繁衍，慢慢的发展，就有了这座村庄。中间还有一座碉楼，民国7年建的一座碉楼。我们在这边看一看，前面的大草坪上应该大部分都是游客吧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还有一些这种集市，摆了一些小摊，卖一些吃的零食和游乐的东西。会同8巷，边上的就是莫氏大宗祠，现在呢是会同村史馆，我们应该可以进去走走。会同隶属珠海高新区的唐家湾镇建立于明朝，这边的先民都是姓莫的祖孙3代在香港经营太古洋行60年。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渊源。是先民，尤其是莫氏家族
些人物的介绍。那石头的刻的。然后要查一下哦。会同是于云飞楼，这一座碉楼啊，叫云飞楼，民国7年建的，1918年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寺庙，叫会同寺，现在呢变成了月朝书店、会同店。书店建了很多文创的用品。走了走了。呀，对。不要。做了一个机身。姐姐还认识走出这个祠堂啊，已经改成了一家书店，也兼卖很多文创的作品。再往前走2步呢，我相信啊，又是另外一个古祠堂，但是现在变成了会同电影小馆啊。会同吊梅祠这么一个名字，也是纪念莫姓6世祖建的一个祠堂。面对着古祠堂，对面就是阳光下的大草坪。时代不一样了，相信呢，现代人的这种美好生活啊，就是古人的追求吧。要不脸。相信那些古人看到他们的后代子孙们如今的生活，应该会含笑于9泉吧。
对你要去你跟妈妈说。就这样，在一个古村的街头随意的散散步。虽然对这个古村的历史都是现学现卖的，但是未必要深究它的出处。其实就这么走一走，我相信呢，就踩着先人的这个脚步，就这样的走一走，就会听到历史的回响。今天就算是第二段在珠海的步行漫游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大家的跟随观赏，也谢谢大家点赞订阅我们新年里祝福大家生活愉快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，拜拜。